嗨，您好，我是凯西。今天您过得好吗？昨天 REINZ， 也就是新西兰房地产协会5月份的数据出炉了。我们来看看最新的销售数据吧。我为什么喜欢用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是房产最终销售的实际数据，而不是根据网上的要价或者是估价统计出来的数据。这张表是全国销售中位数和去年5月份的同比数据。新西兰全国房产中位价同比去年增长 32.3%， 达到了82万纽币。实际上，这个价格是略低于3月份的82万5千纽币的中位价。从图中可以看出呢，数据后面标有红色英文大写字母 R 的地区呢，都是创下了最高中位价记录的地区。其中有奥克兰房价的中位数呢，创下了114万8千纽币的新纪录，高于4月份的112万纽币。怀卡托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1.7%， 达到了73万纽币的中位价。Taranaki 呢是增长了 21.9%， 达到了55万中位价。塔斯曼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1.2%， 达到了85万纽币。还有就是坎特伯雷，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6.5%， 达到了58万2千纽币。与4月相比呢 Gisborne、霍克斯湾、Manawatu、Nelson、马尔堡和 Otago 这6个地区的5月房产中位数价格呢都有所下降。那我们再来看看房屋的售价、销量和销售时间环比，也就是与上月相比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全国的中位价同上月相比呢是增长了 1.9%， 从80万5千纽币增长到了82万纽币。全国除奥克兰以外的地区呢，价格是比上月下降了 1.1%， 是从68万6千呢下降到了67万8千500纽币。奥克兰呢是比4月份呢上涨了 2.5%， 是从112万上涨到了114万8千纽币。房产销量呢和去年相比，全国呢是增长了 81.4%， 从4161套呢增长到了7550套。那除奥克兰以外的地区呢是增长了 60.8%， 是从2976套增长到了4784套。奥克兰地区呢是比去年销售呢是增长了 133.4%， 从1185套增长到2766套。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销量和上月相比有什么区别。和上个月4月相比呢，全国的销售量是增长了 1.3%， 从7453套增长到了7550套。那除奥克兰以外的地区呢，几乎是没有增长，其实际上还减少了2套，是从4786套减少到了4784套。那奥克兰地区呢是增加了 3.7%， 是从2667套增长到了2766套。那销售时间5月份的中位数呢，全国是30天，新西兰除奥克兰以外的地区呢是29天，奥克兰地区呢是32天。那我们再看一下奥克兰的情况，奥克兰有2个地区创下了新的中位数记录，分别是 Papakura 的90万纽币和 Waitakere 的105万纽币。奥克兰地区的销量前3甲呢，分别是奥克兰 City 805套，第2个是 Manuka City 呢是605套，第3个是 Waitakere City 453套。那奥克兰地区中位价比上月有所下降的呢，有富兰克林地区下降了 1.6%， 罗德尼地区下降了 0.4%。奥克兰大区环比4月份销售数量有所下降的地区分别是马努考下降了 7.1%， North Shore 地区下降了 3.3%， 还有就是 Papakura 地区下降了 0.8%。那另外奥克兰5月销售天数的中位数呢是32天，但是低于了5月的10年平均天数38天。
我们再看一下房价的售卖区间，那与上月相比呢，100万以上售出的房产呢略有上升，从4月的33.7%上升到了5月份的34%，75万到100万区间呢是从23.3%下降到了5月的23.1%，50万到75万区间呢是从27.5%上升到了5月的27.9%，50万纽币以下的区间呢是从上个月的15.6%下降到了5月份的15.1%，也就是说，全国有1/3强的房产呢都是在100万以上。那 REINZ 的代理首席执行官 Wendy Alexander 表示呢，虽然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价格回落，但是很难确定是否是受到了323新政的直接影响，或者只是通常的冬季价格的放缓。中位价还没有像许多人希望的显著下降，价格肯定不会变得更便宜。而且现在奥克兰地区只有2个地区的房价中位数呢低于100万纽币，是富兰克林的82万2千纽币和帕帕库拉的90万纽币。从整体来看呢，我们仍然看到住房供应量不足正在继续推高房价。5月全国可供出售房产不到15000套，这是有数据以来的销售库存第2低，预计冬季的销售量将保持相对稳定。过去的1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新西兰房价的暴涨。有一个因素是非常确定的，就是超低水平的利率呢，为房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疫情期间，其他投资的缺乏回报，也导致了投资者不愿意出售房产，间接推高了房价。那就在近期，随着全球对经济预期的改善呢，房贷利率也开始逐渐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不少业内人士呢也预测到新西兰的房贷呢即将上涨。然而有意思的是，几乎最近所有的新西兰银行都对现有的房贷利率做出了调整。那从这个表中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 ANZ 银行，那作为新西兰房贷市场份额最大的金融机构，它将1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呢下调到了2.19%，但是它上调了3到5年期的房贷固定利率，尤其是5年期的房贷利率达到了4.39%，利率为4的时代呢又回来了。那 KB Bank 呢也是把1年的固定房贷利率从之前的2.35呢下降到了2.19%，和 ANZ 一样成为了新西兰主流银行中最低房贷利率银行。但是它呢也同时上调了3到5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另外像 Westpac 它也是上调了长期的固定房贷利率， BNZ 呢是下调了2个短期的固定利率，上调了长期利率。那新西兰银行呢一方面下调短期固定利率以抢占的市场，另一方面呢由于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呢，银行又全面上调长期固定房贷利率，提前布局以规避未来的潜在风险。不管怎么说呢，各大银行集体上调长期贷款利率，也就意味着一旦利率开始上涨呢，投资者们将很快面临新一轮的资金压力。最近呢，新西兰在全球榜单中呢也是频频霸屏，第1名啊拿到手软。除了奥克兰成为最宜居城市榜首以外呢，全球著名的房产咨询公司来访国际呢也发布了全球房价指数，显示呢今年第1季度全球房价上涨了7.3%，而新西兰呢则达到了22.1%。虽然在榜单中呢土耳其的涨幅最多为32%，但是如果剔除通胀因素呢，土耳其在1年内呢只上涨了16%，新西兰的房价呢涨幅居世界第1。新西兰的另外一个第1呢，就是彭博社最近也发布了一项针对经合组织国家房产市场泡沫的研究报告，对目前各国的房产泡沫情况进行了排名。2021年第1季度的数据呢，新西兰、加拿大、瑞典分别获得前3甲。虽然报告中呢说明新西兰被认为是世界上房价泡沫最严重的市场，但并不意味着未来面临巨大的风险。这份报告呢援引了经济学家 Niraj Shah 的话说，多重因素正在将全球房价推向前所未有的水平，创纪录的
低利率、无与伦比的财政刺激、存款储蓄有限的存量房，以及对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预期都在发挥作用。报告中也称呢，对于经合组织的许多国家来说，上述指标甚至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不过，虽然利率较低，但贷款标准普遍高于过去，加上各国政府出台的宏观审慎政策到位，触发房产崩盘的因素呢并不明显。未来一段时间更可能是降温而不是崩盘。那新西兰在323新政以后，今年5月份呢，新西兰央行呢又强调了住房市场持续增加的风险，并且警告呢可能会对住房市场采取更多的行动。我们也希望政府之前的一系列的政策呢能够对疯涨的房价有所控制，但是短时期内呢，由于较低的利率、住房供应不足等诸多因素呢，房价稳定呢似乎还有一段长路要走。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了，我会继续关注房产方面的讯息与您分享。我是凯西，希望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喽。